這散養的公兔居然跑到豬圈裡來了，和這一只帶孩子的兔媽媽混在一起了，這很不科学。抓出来！這家伙好肥呀，放養的是不一樣哦。趕緊去猪圈裡面看一下，那有我小兔子，有好幾天没看了，別被這個家伙進去全咬死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把那一只公兔給抓走之後，這一只母兔還在這裡發呆嘞。我現在嚴重懷疑這個家伙肚子裡面又有小兔子了，十有八九，太恐怖了。罐子旁邊好多泥呀，這是準備把小兔子給埋的嗎？先把這個罐子拿出去，還有點重，先摸一下什麼情況。哎，小兔子還是活的，抓到了。第一只就這麼漂亮，出生應該是第12天了，長得還挺快的。這一只也好看，又是一只小田野。最後一只應該是白色的，沒了。先帶小兔子過來給兔媽看一下，兔媽最近也辛苦了。明天我給你買一點貴的兔粮吃一下，畢竟最近我的經濟也是富裕的。因為我那一台21年的比亞迪秦放在瓜子上賣了5萬多，比市場價多賣6000多。為啥賣這麼高？因為我是直接賣給個人，個人賣給個人，中間沒有多次轉手，所以賣得高，買家也省了不少錢。買二手車我推薦瓜子，個人賣个人，賣家多賣錢，買家少花錢。然後罐子就放在這裡，今天太陽比較大，曬一下，裡面有點濕濕的。這真的是一只比一只好看，兔子繁殖起來速度特別快。這以後怎麼養得起啊？得多少兔糧吃哦？隨便抓一只，都挺好看的。這一只我覺得最好看的，顏色比較特殊。長大之後，這個家伙應該是銀灰色吧？這兩只和兔媽媽是一樣的，一模一樣。白色的之前還生了不少，全都送人了，我就留了一只。這又出來了一只白色的。現在我知道的已經有6只小兔子了。上次我們在菜地裡面抓到這2只，已經開始在吃兔糧了，現在特別好養。這個家伙自從昨天被狗子嚇到鑽到葫蘆裡去了，現在就已經開始把葫蘆當窩了。沒什麼重要的事兒，它一般是不會出來的。除了有好吃的，我去給它搞個樹葉試一下。放了一個樹葉，估計它們不喜歡吃，但是它還是出來了。這麼小的葫蘆，它都能當窩，而且還能在裡面轉圈。膽子還是有點小哦，身體露出來一大半，只要稍微有點動靜，它馬上就鑽進去的。送貨上門的食物，它還是吃的。好，這個葫蘆就給它當家了，不過一次只能住1只兔子，有點擠。這幾只小的，今天就讓它們在外面曬一下太陽，等罐子也曬好了，就把它們放到罐子裡面去，讓母兔子餵。我也不操心。然後我剛剛看到有一只母兔鑽到這個洞裡面去了，不排除裡面又有小兔子了。好多人都擔心我這樣散養的話，兔子會不會泛濫成災？放心，不會的，一共就放2只兔子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當中，剩下兔子全關着在，而且這2只兔子從來不會到處亂跑，所以說很安全。不放心的兔子就像這樣，全都在豬圈裡面住着嘞，安全得很。狗子今天我都拴起來了，拴在小動物多的這個位置，以防有猛禽，還能嚇嚇它們。好久沒有聽到雞哥的叫聲了，主要就是繁殖期，它叫得特別開心。躲在這個位置，看來太陽已經曬好了。我要把它給忽悠過來，看一下能不能站到我手上，這樣叫2嗓子。來倒是來了，但是我不想聽這個叫聲啊，我想聽那一種啊，那種叫聲。等一等，說不定他等一會兒就切換頻道了，不要急。小兄弟呀，這都過了10多分鐘了，怎麼越來越安靜了呢？我都沒聽到。關鍵躺在我手上，我感覺他都要睡覺了，等不到了。那就一切隨緣吧，放在這裡讓他玩泥。其實這家伙最喜歡的就是玩泥巴，看他玩得多開心。就是站在他旁邊特別吃虧，很容易吃灰，所以說還是讓他自己玩。
本來我就想聽它叫一嗓子，結果没听到。算了，我们去測試一下大公雞。好久沒有聽到它打鳴了。有沒有覺得這一隻大公雞的毛色越來越漂亮了？以前它只要看到我就打鳴，站到我手上也打鳴。現在我過來了，它好像沒看到一樣，而且它還想咬我。因為這玩意兒的戰鬥力真的很強，所以不建議直接用手。兄弟，好好看看，不是我，你早都上餐桌了哦。來，讓它上手。我的天哪，這家伙最近雞肉吃多了吧？好重啊，我都快撐不住了。已經站了1分鐘了。大兄弟，叫一嗓子啊，我的手都快斷了。撐不住了，一點面子都不給我。這小子過年的時候高低要做個雞湯喝一下。哎，他還跑到雞籠裡面去了。這小子，這是赤裸裸的和我作對呀！繼續把他抓出來，因為他剛剛叫了一嗓子，周邊的公雞全都開始了。現在就算他不給我面子，也要給周邊的公雞面子。很快他就會打鳴，等着吧。哎呀，這嗓音壞了，這個家伙，只剩半嗓子了。你們就說一下這個公雞有多重，在我胳膊上站了一會兒，給我做了這麼大2個標記，等着。過年我要是不給它下鍋了，我不姓王。記住了啊，一天天的該叫的不叫，這不該叫的鴨子一天沒完沒了的叫，全是噪音。有的時候還是挺懷念雞哥的叫聲，還有大公雞打鳴，總比聽這噪音強吧。給兔子整一點還沒有曬乾的草吃一下，本來要曬乾給它們吃的，結果下雨了，哎呀，還有點冷嘞。這狗子什麼時候又鑽進來了？這有狗窩不住，它天天往豬圈裡面跑，我真是服了。你給我出去！真不知道自己該住哪兒嗎？哎，這狗子真是的，自己有狗窩它不住，它天天住豬圈，我真是服了。好多兄弟說我這豬圈除了沒有豬，其他什麼動物都有，還真是。其實我都想整頭豬養了，主要是一想到到時候吃肉的時候一邊哭一邊說真香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養了。這個豬圈裡面還住了一隻惡狗，真的是沒辦法。有沒有那種長不大的迷你小豬啊？我還真想養一頭嘞，有推薦嗎？這個豬圈裡面住的是小兔子，先把草送給他們。今天還沒開飯呢，怎麼就剩3隻了？又來了2隻。我說小白兔怎麼丟了一隻？原來跳到豬圈裡面來了。再配點兔糧，今天的糧草發放完畢。這一隻小黑兔真的是越來越好看了，可惜有點怕人。你們吃吧，我去找一下另外一隻小白兔。昨天送了一隻小白兔給鄰居的，所以外面只剩1隻小白兔了。下這麼大的雨，它能去哪裡呢？該不是凍死的吧？來兔子窩這裡看一下，罐子裡面也沒有，這裡也沒有，但是這裡的鴨蛋有點多啊。每次一發鴨蛋，好多兄弟都要問我要，現在沒有受精率，送給你們幹啥呢？我先找兔子，等一會兒把這些鴨蛋全部撿回去，測試一下受精率，看一下有沒有受精蛋。找了半天，它終於出來了，把它給抓起來，先放一點食物吸引它的注意力。這小家伙不好抓嘞，抓到了！哎呦呦呦呦，別踢我，去找你的小兄弟吧。好，就住豬圈裡面。等我準備過來撿鴨蛋的時候，發現有一隻鴨子，也不知道在下蛋還是在孵化，觀察一下吧。如果它在孵化的話，我就不撿了。這裡面也是，這是不準備讓我孵化，準備自己孵化嗎？晚點看看，不行都撿回去。繼續給我的雞鴨放食物，真是一幫造糞雞呀，能吃能拿的。鴿子也在這裡等着在，這裡放一點鴿糧。它每天都在換班，今天又換了3隻。玉米搞一場，雞鴨兔子都可以吃，還有其他的一些小鳥白嫖我的食物，就撒在這裡。你們看一下啊，有多少鳥白嫖我的食物？隨便一照，
這地裡面各種各樣的鳥都有，等一會兒都會來偷吃。最后看了一眼鸭蛋，2只母鸭子都跑了。行，捡回去放孵化器，測試一下受精率。然後還是問你們一下，這個豬圈到底要不要養豬？你們說？沒錯啊，這個雞哥還站在這裡嘞。我剛剛出去發現雞哥站在門上面，但是外面有一只雞哥在叫。你们猜是怎麼回事？我都以為我幻聽呢。你們聽一下，樹上面是不是雞哥的叫聲？但是我敢保證，雞哥不在這裡。就連雞哥的那一聲啊，他都學會的，就是聲音沒有那麼大。你們說有沒有可能是這其中的一只八哥模仿雞哥的叫聲？事實上並不是，因為這幫八哥走了之後，這個模仿的聲音依舊在。最後我鎖定了這貨，是他叫的，模仿能力挺強啊。先給這幫鴨子搞點吃的，太吵了，背景裡面全是他們的噪音，而且天天都在下蛋，每天最少都是3個以上，但是都不受精。我就2天沒撿蛋，又發現了8顆鴨蛋，你們就說離不離譜？我前幾天說要蛋的太多了，但是蛋不受精沒辦法送，這幾天還有很多要蛋的，說不受精沒關係，帶回去煮着吃。你們真是啥都要啊，我真是服了你們了哥。就給鴨子搞一點饲料，這一會兒的功夫，這家伙出來了，而且他也不模仿雞哥了，拍不到啊。搞點狗糧收買他一下，他有點怕我啊，不敢靠近我，因為天天偷我的狗糧，我驅趕過他，並不是因為我小氣，而是這個家伙每次偷狗糧、偷麵包蟲之後，喜歡到處藏。經常藏到我鞋子裡面，還有我的帽子裡面。上一次我戴帽子，頭上全是面包蟲。你們看一下，我剛剛送給他的狗糧，他全部都藏起來了，而且還用樹葉蓋着。藏別的地方我都不管了，藏到我鞋子裡面、我帽子裡面，那就太過分了。現在這背景裡面的叫聲是雞哥，這一會兒雞哥出來了。雞哥的叫聲是連續性的。他學會了，但是都是一聲一聲的，比較單調，所以說特別好區分。我記得這貨不是喜歡打雞哥嗎？可能是我在這裡，他怕我給雞哥拉偏架。這個家伙嘴巴是真嚴吶，跟了他1個多小時，一聲不叫，想拍一個他模仿雞哥的都拍不到。這家伙絕對是個盜版，正版在這裡嘞，來給我們啊一聲。這個叫聲才是正版的，還好不是這一幫八哥學會的，如果他們集體學會的，那這個場面得多壯觀吶！這個家伙又在開始藏面包蟲了，我要回家把門關好，以防往我鞋子裡面藏。我放生的小野雞已經好幾天沒回去了，我都以為他們被人煲湯呢。我在樹林裡面又看到他們了，還不是很怕人呢。公的已經被狗子給追飛了，剛剛他們2個離我就1-2米遠，結果狗子一過來全追跑了。公的追丟了，這狗子又來追這只母的來了。他們也不飛遠，要不是沒有狗子，我估計我一叫就過來了。早知道能遇到他們，我就提前把狗子給拴着了。剛那一只公的過來了，又被他給嚇跑了。之前我不是把4只都放了嗎？然後有2只突然一下就失蹤了。另外2只回來之後，我就把他們給關着了，想着等失蹤的2只回來之後再一起放，沒想到再也沒等到。今天既然在樹林裡面碰到他了，而且還混得這麼好，那我們就回去把另外2只全部給放了。回來之後先給狗子搞一點吃的，免得它搗亂。剛要不是他，那2只小野雞都和我近距離接觸了。狗糧已經放好了，你們自己搶吧。3只都在旁邊看着，憑實力自己解決。其實我已經知道另外2只小雞為什麼不回來了，頂不住這只大公雞呀。另外2只不回來的小雞，就是因為頂不住大公雞的壓力，乾脆就跑到樹林裡面算了。
先把這一只大公雞給關幾天，看一下另外2只小雞會不會回來，順便把這2只徹底的給放了。它們如果不回來的話，我還省点粮食；如果回来的話，我可能還會幫它們孵蛋。小母雞第一時間出來了，這只小雞也敢欺負它，還追着打它，怪不得你們另外2個兄弟跑了不回来了。其他的動物都把这一塊當成自己的領地，所以這幾個家伙一出來，他們就欺負他們，要把他們趕走。近距離的看一下這一只公的，毛色真的太漂亮了。這一只公的也出來了，這一次放了之後，再也不會管他們了。他們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強，而且我這裡也有吃的，餓了也可以回來白嫖食物。很明顯，他們出來之後還不適應，一直圍着籠子。公的膽子還是比較大一點，它剛剛飛到樹上去，然後又飛下來了。好了，以後我就不會再管它們了。等一會兒我在這裡放一個窩，希望它們有時間能回來下幾個蛋，到時候就可以孵化了。兄弟啊，別吃我的橘子，就剩那麼幾個了。這個家伙是真胖啊，就剩它一個了。那一只母的剛剛直接飛到油菜地裡面去了。因為油菜地裡面有一只公的叫了一嗓子，它特別激动，一下就飛出去了。這小子被拋棄的，有點傷心哦。我放生的小野雞已經好幾天沒回去了，我都以為他們被人煲湯呢。我在樹林裡面又看到他們了，還不是很怕人呢。公的已經被狗子給追飛了，剛剛他們2個離我就1-2米遠，結果狗子一過來，全追跑了。公的追丟了，這狗子又來追這只母的來了。他們也不飛遠，要不是沒有狗子，我估計我一叫就過來了。早知道能遇到他們，我就提前把狗子給拴着了。剛那一只公的過來了，又被他給嚇跑了。之前我不是把4只都放了嗎？然後有2只突然一下就失蹤了，另外2只回來之後，我就把他們給關着了，想着等失蹤的2只回來之後再一起放，沒想到再也沒等到。今天既然在樹林裡面碰到它了，而且還混得這麼好，那我們就回去把另外2只全部給放了。剛回来，這貓貓狗狗的都圍上來了，準備問我要吃的嘞。天天这麼吃，我感覺我的預算壓力越來越大了。我決定把那一台20年雅閣放瓜子賣了，沒想到賣了10萬，瓜子比車商給的價高的10%。為啥賣這麼高？因為我在瓜子賣給了個人，沒有中間商，低價收，加價賣。聽說買家也省了不少錢。你們如果要賣車，我強烈推薦瓜子，賣給個人，價更高。3只都在旁邊看着，憑實力自己解決。其實我已經知道另外2只小雞為什麼不回來了，頂不住這只大公雞呀。另外2只不回來的小雞，就是因為頂不住大公雞的壓力，乾脆就跑到樹林裡面算了。先把這一只大公雞給關幾天，看一下另外2只小雞會不會回來，順便把這2只徹底的給放了。它們如果不回來的話，我還省點糧食；如果回來的話，我可能還會幫它們孵蛋。小母雞第一時間出來了，這只小雞也敢欺負它，還追着打它，怪不得你們另外2個兄弟跑了不回來了。其他的動物都把這一塊當成自己的領地，所以這幾個家伙一出來，他們就欺負他們，要把他們趕走。近距離的看一下這一只公的，毛色真的太漂亮了。這一只公的也出来了，這一次放了之後，再也不會管他們了。他們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強，而且我這裡也有吃的，餓了也可以回來白嫖食物。很明顯，他們出來之後還不適應，一直圍着籠子。公的膽子還是比較大一點，它剛剛飛到樹上去，然後又飛下来了。好了，以後我就不會再管他們了。等一會兒我在這裡放一個窩，希望他們有時間能回來下幾個蛋，到時候就可以孵化了。兄弟啊，別吃我的橘子，就剩那麼幾個了。這個家伙是真胖啊，就剩他一個了。那一只母的剛剛直接飛到油菜地裡面去了，因為油菜地裡面有一只公的叫了一嗓子，它特別激動，一下就飛出去了。這小子被拋棄的，有點傷心哦。給你們看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，我剛剛在找鴨子的時候，發現這個窩裡面下了一顆迷你小鴨蛋，特別小。
只有正常科尔鴨蛋的1/3大，和鴿子蛋差不多。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是不是特别小？这个其实也挺常见的，比如说第一次下蛋，因為生殖系統還不怎麼成熟，下的蛋就比較小，俗稱開窩蛋。不過我家的鴨子都沒有特別小的。還有就是營養不足也會下這種蛋，不過我家鴨子都是散養的，營養應該還夠。總之造成這種下迷你蛋的原因挺多的，反正也很正常。昨天別人在田裡面打藥，打藥之前別人告訴我讓我把鴨子關幾天，因為我家鴨子老喜歡去田裡面的水溝玩，全部關到豬圈裡面去的，因為裡面還有鴿子孵蛋，所以說可熱鬧了。有一隻鴿子一直站在門口，不讓他們進去。關了1天之後，我發現有一隻鴨子失蹤了，順便來撿個鴨蛋。你們看，關2天下多少蛋？然後這裡面不知道有沒有蛋，旁邊有一隻鴿子正在孵蛋。今天我們把這些蛋全部撿到孵化器孵化一下，雖然說受精率很低，但是你們別說，3月23號我放進去的一批蛋，還有一顆受精的，就這一顆塊頭比較大的蛋，我都懷疑這是不是科爾鴨的蛋。我看還有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受精蛋。孵化到第4天、第5天的時候，用手電筒的燈光一照，有血絲的就是受精蛋，就像這種；沒有受精的就是這樣的，像個燈泡一樣，什麼都看不到。對比一下，這一顆受精蛋比其他的科爾鴨蛋大了1/3，真不知道孵化出來是個啥玩意兒。然後不是還有一隻科爾鴨不見了嗎？我說出來找一下，結果在前面的竹林裡面發現了我放生的小野雞，母的也在這裡，說不定以後會在這一片竹林裡面下蛋。上一次有兄弟說有沒有可能這就是野生的，根本就不是我放生的。你們等着啊，我回家去整一把玉米。我現在這把玉米往這裡一放，他們就過來了。不好使啊，玉米撒在這裡，他們看都不看一眼。但是我確定這就是我放生的。這小白眼狼，再見，我去找鴨子。最後還是在這個地方找到它了，我真是服了這幫鴨子，一天到晚到處找地方藏蛋。剛又在別的地方撿到了一顆，放到孵化器繼續孵化。就這個下蛋速度，我感覺我的孵化器都要放不下了。不過因為受精率低，再過4、5天，可能裡面一顆蛋都沒有了，很正常的。所以說目前也不要問我要蛋，要我回去幹啥呀？煮着吃嗎？給你們看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，我剛剛在找鴨子的時候，發現這個窩裡面下了一顆迷你小鴨蛋，特別小，只有正常科爾鴨蛋的1/3大，和鴿子蛋差不多。放在一起對比一下，是不是特別小？這個其實也挺常見的，比如說第一次下蛋，因為生殖系統還不怎麼成熟，下的蛋就比較小，俗稱開窩蛋。不過我家的鴨子都沒有特別小的。還有就是營養不足也會下這種蛋，不過我家鴨子都是散養的，營養應該還夠。總之造成這種下迷你蛋的原因挺多的，反正也很正常。昨天別人在田裡面打藥，打藥之前別人告訴我讓我把鴨子關幾天，因為我家鴨子老喜歡去田裡面的水溝玩，全部關到豬圈裡面去的，因為裡面還有鴿子孵蛋，所以說可熱鬧了。有一隻鴿子一直站在門口，不讓他們進去。關了1天之後，我發現有一隻鴨子失蹤了，順便來撿個鴨蛋。你們看，關2天下多少蛋？然後這裡面不知道有沒有蛋，旁邊有一隻鴿子正在孵蛋。今天我們把這些蛋全部撿到孵化器孵化一下，雖然說受精率很低，但是你們別說，3月23號我放進去的一批蛋，還有一顆受精的，就這一顆塊頭比較大的蛋，我都懷疑這是不是科爾鴨的蛋。我看還有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受精蛋。孵化到第4天、第5天的時候，用手電筒的燈光一照，有血絲的就是受精蛋，就像這種；沒有受精的就是這樣的，像個燈泡一樣，什麼都看不到。對比一下，這一顆受精蛋比其他的科爾鴨蛋大了1/3，真不知道孵化出來是個啥玩意兒。然後不是還有一隻科爾鴨不見了嗎？我說出來找一下，結果在前面的竹林裡面發現了我放生的小野雞，母的也在這裡，說不定以後會在這一片竹林裡面下蛋。
上一次有兄弟說，有没有可能这就是野生的，根本就不是我放生的？你们等着啊，我回家去整一把玉米。我现在这把玉米往这裡一放，他们就过来了。不好使啊，玉米撒在这裡，他們看都不看一眼。但是我確定這就是我放生的。這小白眼狼，再見，我去找鴨子。最後還是在這個地方找到它了。我真是服了這幫鴨子，一天到晚到處找地方藏蛋。剛又在別的地方撿到了一顆，放到孵化器繼續孵化。就這個下蛋速度，我感覺我的孵化器都要放不下了。不過因為受精率低，再過4、5天，可能裡面一顆蛋都沒有了，很正常的。所以說目前也不要問我要蛋，要我回去幹啥呀？煮着吃嗎？好久沒有來看爺爺家這條狗子了，今天過來一看，長大了這麼多，而且對我好像也不是那麼熱情了，不認識我了。看一下它的食譜，碗裡面都是白饅頭。老人家養的狗都是這樣，白米飯、白饅頭、白麵條，習慣就好。確定安全之後，我就把它給放了，長得還挺好看的，就是身上有點髒。等溫度高了，我帶它去洗個澡。慢慢的，它對我好像有那麼一點點記憶了，一直盯着我，還是和以前一樣，以為我給它帶的好吃的。走，把它帶出去溜達一圈，讓它活動一下。等會兒肯定要給它搞好吃的呢。有人認識這是什麼品種的狗嗎？我估計這個塊頭就這麼大了，唯一的缺點就是這個毛太長了，不好打理。有一段時間沒過來的，身上髒兮兮的，然後一出來它就一直盯着我，總覺得我會給它搞點好吃的。走，回去給它整一點。回來之後看一下今天給它帶的哪些好東西，給它整了一個吃飯喝水的碗。這是我在拼多多買的波奇愛寵陶瓷雙碗，能有效穩固，防止打翻，而且110補貼，價格實惠，不用湊單直接補貼，省錢又省心。既然碗都準備了，肯定要給它買口糧啊。這是我在拼多多給它買的頑皮狗糧，科學配比，含多種肉類，每一口都富含營養，而且110補貼，有正品保障，買着很放心。我發現這小子成白眼狼了，狗糧吃飽之後就躺在這裡睡覺。我準備帶它再出去溜它一圈，它都不帶理我的，真是的。但是它看門是一把好手，有人來他家借東西，它就一直跟在別人後面叫，還好不咬人，這也算是一個優點。最後搞了一根火腿腸，我還是把它騙出來了。現在是溫度有點低，不然的話就要在這河裡面給它洗個澡了，身上實在是很髒。本來我還說看一下這河裡面有沒有魚，結果一條都沒發現，密密麻麻的全是小蝌蚪，數量挺多的吧。這個狗子出來之後，它清一色的選擇別人的菜地走，真的我都擔心它被別人打死。你們看它玩得多開心，我都有點慌啊。我感覺把狗子帶到農村的戶外，它玩的真的是特別開心，所以說驅蟲是少不了的。這是我在拼多多上買的體外驅蟲藥，來，我們給它做個驅蟲吧。敗蟲爽體外驅蟲劑能有效驅殺多種體外寄生蟲，還給它帶了一把在拼多多買的波奇寵物梳子，梳毛按摩2合1，看看它多舒服。本期視頻同款都放在評論區置頂鏈接的，拼多多我用了很久的，官方售後都挺不錯的。這小子吃飽喝足之後，帶他出去溜達幾圈，回來之後一臉享受啊。休息好了之後就開始拆家，所以說啊，不能讓狗子吃得太飽。緊接着我趕緊喊爺爺把它給拴起來了，因為我馬上也要走了，他們又住在馬路邊上，如果一直放着的話，這狗子還是挺危險的。走了，我們下次再來看它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家這隻大公雞總是喜歡往別人家跑。過年的時候安穩了一陣，這幾天又開始了。關鍵是別人家的這個雞已經下鍋了小幾個月了，它這2天開始又瘋狂的往這個位置跑。就算我強行給它捆綁回去也沒用，不到10分鐘它又出來了，偶爾還會往別人家裡面跑。你們說它是不是在找鍋啊？當我再次要把它捆綁回去的時候，它居然對我動手了，這已經是常態了。
我觉得過年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把這貨給下鍋，讓他越來越囂張，天天不是拿腳踢我，就是鐵山靠。之前不是好多兄弟建議我給他找一隻母雞嗎？我一直在考慮這個事兒，最近也在刷視頻，看一下什麼樣的母雞適合他。沒想到大數據也是懂我的，給我推薦的全部都是養雞的視頻。結果你們別說，還真刷到了我喜歡的雞。於是我還特意加了幾個養雞的博主，但是讓我沒想到的是，這個雞居然這麼貴，我以為20塊錢一斤呢。最後我以500的價格買到了一隻半大的雞苗，他們說叫黃金五彩大公雞，長大之後就和圖片上的那種一模一樣。走，帶出來給大家看一下，已經養2天了。就是這一隻，你們看一下值不值500？我知道肯定有很多兄弟會叫我冤種，如果不是這幾天刷視頻，我真的不知道五彩雞居然這麼貴。至於說真假我不清楚啊，反正是別人給我報的價。我看他們養雞的很多評論區裡面說，這種雞也就20-30塊錢一斤，主要是貴州比較多。總之已經買回來的，至於價格是貴的還是便宜的，我們就不糾結了。本來我刷視頻是給我家大公雞找一只母雞的，結果花500買了一只自己喜歡的小公雞，你們說這辦的叫啥事兒啊？既然是因為這一只大公雞的原因買了這只小公雞，那我們肯定要帶回來讓他們見個面吶。見面之後，大公雞就对着它不停地轉圈圈。總體來說還是挺有禮貌的，沒有拿腳踢它，也沒有啄它。但是新來的小雞好像沒有禮貌，它主動去找大公雞打架，我真怕等一會兒它被大公雞給滅了。他們今天是首次見面，認識一下就好。然後把這只小雞給關起來，有點瘦。我很期待換完羽毛之後，它是不是我刷視頻裡面的那一種黄金五彩大公雞？我們一起等着吧。至於說這個家伙還要不要給他找老婆，再說吧。我看到他抓了一只蜈蚣。我們這裡老一輩的人說，大公雞吃了蜈蚣之後會變得越來越兇，見人就追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越兇越符合我的胃口。我養的這幫小動物，如果不咬我，我對它們還真的沒啥興趣。比如說這只雞哥，哎呦，今天我有點冒汗呢。最近也是熱起来的啊，布丁都不高興待它的窩了，给它換掉。我也趁着換季提前準備好了神奇小鹿小冰被，滑滑涼涼的，特別舒服。這條還是更透氣的2.0版本，別的店裡300-400的都沒有我這100多的質量好。大家也可以趁着新品活動早些入手，入夏了1秒就能換上。以前天一熱我就容易睡不好，蓋着被子吧燥的不行，不蓋又冷。還好小冰被會疼人，這 A、B 兩面都特舒服。A 面涼絲絲的，一蓋上立馬就能降溫，它的涼感值接近國標的2倍。每次我洗完澡鑽進去，啥脾氣都沒有了。到了睡前我就會換 B 面，裹着軟軟糯糯的，睡起來很踏實。裡面的背心是生物基聚乳酸纖維填充的，還專門添加了透氣安心絲。像我這種一熱就汗如雨下的人，睡醒都清清爽爽。A 類標準的7A 級抗菌面料，不容易滋生細菌螨蟲，皮膚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睡，髒了還能即洗，特別省事兒。我這都洗2回了，一點也沒結團變形。換季想換被子的朋友一定不要錯過，顏色尺寸隨便選，小的拿來當沙發毯也不錯。店裡還有玻尿3款，能邊睡覺邊養膚。現在評論領券到手只要底價，保價1年送運費險。小鹿的售後也靠譜，大家早買早享受。